歡迎回到照見歷史。今天呢，大家先抬頭看一眼窗外的那個月亮，它是圓的，是亮的，是咱們人類幾千年來寄托思念寫詩的地方，對吧？它是蘇東坡筆下的明月幾時有，也是全人類共享的最後一片寂靜之地。但在60多年前，就在地球上有那麼一幫人，他們手裡握着全世界最頂尖的物理知識和权力，卻坐在五角大樓的秘密辦公室裡，拿着鉛筆和計算尺，非常認真地在算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題目。如果我們現在在月球表面引爆一顆核彈，地球上的人類能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到那朵蘑菇雲呢？這個題目啊，聽起來簡直像瘋子的呓語，或者是哪部3流科幻片的劇本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訴你的是，這事兒白紙黑字就寫在一份叫做 Project A119 的絕密檔案裡。它的正式名稱極其冷靜，叫做月球探測飛行研究。但剝開那層科研的皮呢，裡面全是毀滅性的瘋狂。這份文件被美國軍方死死地捂了45年之久，直到2000年代初，這個項目的負責人里菲爾在臨終前才由於良心的譴責，或者呢是歷史的責任感吧，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。你敢信嗎？當我們幾代人對着月亮許願、談戀愛、探索宇宙奧秘的時候，那份足以把月球毀容的藍圖就靜靜地躺在軍方的保險櫃裡，等待着某個瘋狂時刻的到來。想象一下，那些物理學家在計算時手裡夾着的煙頭火星，可能就是他們腦海中那場月球大爆炸的縮影。他們不是在開玩笑，他们是在用最嚴謹的科學態度去執行一個最不嚴謹的政治任務。今天呀，咱們不講那些虛頭巴腦的英雄事蹟，直接拆解這份人類歷史上最變態的面子工程，一起來看看，當一個超級大國被恐懼和面子逼到牆角的時候，它到底能幹出多麼毀三觀的事兒？準備好了嗎？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一個邏輯崩壞、科學淪為權力附庸的冷戰深淵。那這幫科學家是為什麼突然跟月亮過不去了呢？難道月亮惹到他們了嗎？1957年的10月4號，那個日子，美國人的自尊心在那天徹底碎成了渣子。蘇聯人，也就是美國人眼裡的那個老對手，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 Sputnik 1。這原本呀是全人類邁向太空的一大步，但在當時的華盛頓看來，這無異於一場無聲的核威懾。咱們來細品一下當時的氛圍。美國人本來覺得自己是地球酋長，是無可爭議的技術霸主，結果呢，一抬頭發現頭頂上飄着個蘇聯的小球，它每90多分鐘啊就從美國人頭頂上飛過去一次，滴滴滴，這種單調而刺耳的無線電信號，聽起來簡直像是在嘲笑全美利堅的智商。當時的廣播站甚至全天候轉播這個信號，讓每一個美國民眾都能感受到那種如影隨形的壓迫感。當時的美國媒體都瘋了，紐約時報甚至直截了當地說，這就是太空版的珍珠港。全美啊陷入了一種極度的自卑和妄想，這種恐慌被稱為衛星焦慮症。老百姓甚至開始在自家後院裡挖防空洞，覺得蘇聯人會在衛星裡裝滿核彈。只要克里姆林宮的一位官員按一下按鈕，整個華盛頓、整個紐約可能就在瞬間化為灰燼了。而在這種邏輯之下呀，美國人想的不是怎麼把衛星平安的給落下來，而是我跳得沒你快，那我就得跳得比你高。於是呀，里菲爾提出了那個極端的方案，既然你在低地軌道繞着走，那我們就去38萬公里外的月球搞個爆破。我的老天爺，這種我得不到就把你毀滅的勝負欲，真的是把全人類的臉面和星空的純淨都給壓上去了。那重點來了，里菲爾啊組建了一個末日夢之隊，這裡面有一個名字你聽了絕對會驚掉下巴，那就是卡爾薩根。你敢信嗎？後來那個帶着我們看星辰大海，滿口浪漫主義，寫出暗淡藍點的天文學家科普男神，當時才24歲。那個時候啊，他還是個年輕的研究生，他的任務竟然是算出月球上沒有大氣，核爆產生的塵埃會怎麼飛，那能不能像在地球上一樣聚成一朵蘑菇雲呢？
我查了一下當年的解密細節啊，他們算得非常的仔細。首先呢，薩根計算出，因為沒有空氣阻力，核爆產生的塵埃會以超音速向外噴射，形成一個巨大的半透明的放射性球體。這個球體啊，在陽光的照射下會反射出一種詭異而冰冷的光芒，讓每一個抬頭看天的地球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個超級大國的肌肉。其次呀，他還得算算這些帶輻射的灰塵會不會因為月球引力太小，直接脫離月面飛向地球啊。他們甚至定好了核彈的型號，那就是 W25 核彈頭。這種彈頭原本是用來攔截轟炸機的，當量不大，也就跟廣島那顆差不多。那為什麼要選這個呢？因為他們想把核彈裝在當時剛研发出來的洲際導彈裡，飛個38萬公里去撞月亮。甚至啊，他們連觀影位置都選好了，爆破點必須選在月球的晨昏線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那裡陽光是斜着射過來的。薩根算過，這樣爆炸產生的煙塵影子會被拉得極長，能夠在地面的望遠鏡裡呈現出極強的立體感。這種把宇宙災難當成一種視覺盛宴來策劃的腦回路，正常人啊真的是想不出來。你是不是覺得美國人這主意就已經夠瘋的了吧？別急，蘇聯人這時候也聽說了。冷戰時期啊，蘇聯的克格勃的耳朵可不是擺設。美國辦公室裡的鉛筆劃紙的聲音可能第二天就傳到了莫斯科。蘇聯高層一聽，第一反應竟然不是美國人是不是瘋了，而是說不行，咱們在月球上的地盤也不能輸，咱們也得炸一個。這種競爭機制在今天看來簡直就是一種病態的集体狂躁。於是呢，蘇聯秘密開啟了 Project 14。蘇聯科學家的想法更暴力，也更具有某種暴發戶式的視覺天賦。他們擔心核爆在真空環境裡沒有亮光，因為沒有大氣散射，地球人看不清楚，那不是白炸了嗎？這種做了核試驗卻沒讓對手看到的事兒，在當時的蘇聯高層眼裡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虧本買賣。所以啊，他們設計了一個方案，在核彈周圍裝滿大量的金屬鈉，鈉在太空中被激發之後，會產生一種極其耀眼的橙黃色的雲團。想象一下，原本皎潔的月亮上突然裂開一個巨大的如同脓包一樣的橙黃色口子，那景象可能比任何末日電影都要壯觀，而且令人作嘔。這兩個超級大國就像兩個在幼兒園裡搶玩具的小朋友，誰也不肯示弱。當時決策者的邏輯竟然是，只要我能贏過你，只要我能讓你害怕，哪怕代價是毀掉全人類共有的月亮，不管有沒有海嘯和生態災難都不重要。這種只要我贏，哪管洪水滔天的想法，才是冷戰史上最讓人脊背發涼，也是最真實的一面。那這事兒最後是怎麼黃了呢？他們最後收手呀，不是因為良心發現，也不是因為愛護宇宙環境，而是因為三個極其現實的慫字。第一呀，是怕丟人。50年代的火箭技術，老實說真的很不穩定。萬一這載着核彈的導彈在升空過程中啪叽掉到了莫斯科，或是掉到了紐約，那這就不是面子問題了，這直接就是第3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。第二呀，是怕被反殺。科學家們後期提醒高層，如果真的炸了月球，那地方就會变成永久的核污染區。你們現在想炸它出口惡氣，以後萬一要在上面建基地、挖礦，甚至想移民，咱們自己不也上不去了嗎？而為了眼前的一场煙花秀而斷了子孫後代的探月之路，這筆賬是怎麼算都划不來的。第三呀，是民眾的憤怒。雖然項目在當時是絕密的，但這種大規模的資源消耗和對人類共有家園的破壞欲，一旦傳出去，會激起全球性的政治海嘯。項目負責人李飛里在晚年甚至形容自己呢，当時就像個惡魔，連參與者自己回想起來都覺得後怕。這種把自己關在密室裡設計的所謂宏偉藍圖，在陽光下看來是多麼的可笑和醜陋。於是呢 Project A119 和蘇聯的14最終都被悄悄地埋進了檔案館，蒙上了厚厚的灰塵。10年之後，當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時候，月球表面依然是那片荒涼、静謐而純淨的銀灰色，沒有核爆坑，也沒有鈉蒸汽留下的橙黃色污漬。
這一小步不僅是人類航天技術的跨越，更是人類理智戰勝集體瘋狂的珍貴證明。幸好啊，1959年的那個晚上的月亮是安全的，它依舊靜靜地懸掛在夜空裡，照亮着地球的黑夜。但是 Project A119 這份檔案就像一面布滿裂痕的鏡子，照見了人類文明的一種嬰兒期綜合症。當手中的權力失去制衡，當競爭的慾望超越了對自然和科學的敬畏，我们的智力竟然被用來計劃如何毀掉我們賴以生存的星空，如何毀掉全人類共同的信仰。這種瘋狂雖然在60年前停止了，但它留下的教訓卻是永恆的。它提醒我們，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，它可以帶我們飛向星辰大海，也可以讓我們在瞬間毀滅掉千萬年來的文明積澱。當我們今天在討論氣候變化、AI 危機或者是新的太空競爭時，別忘了在1959年那個差點消失在蘑菇雲裡的月亮。照見歷史是為了警醒現在，也是為了保護未來。歷史不僅僅是寫在教科書裡的數字，更是由一個個像這樣荒誕、驚悚卻又無比真實的故事組成的。我們需要記住這些故事，記住那些在陰影裡差點被按下的紅色按鈕，才能更好地珍惜當下這片寧靜的星空。今晚如果你那裡天氣晴朗，不妨再抬頭看看那輪月亮，記住它之所以還完整地掛在那兒，是因為理智最終戰勝了瘋狂。珍惜這份寧靜，也珍惜我們共同擁有的這個世界。感謝您關注照見歷史，咱們下期節目再見。